韩国人的狂妄自大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就连韩国主持人也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好好请教 ，Made in China, no, Made in Korea, China。”韩国拳手更是狂妄的嘲讽中原飓风阎锡波年龄大概退休了，殊不知他却为他的嚣张言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地面砸击，最有力的地面砸击了，地面砸击，这有可能直接这个裁判可能收出比赛，如果是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做防守了吗？对，没有了，没有办法做防守了。这个 TNP。阎锡波是我国职业拳击运动员，他是 MMA 名将，以惊人的爆发力闻名全坛。他有一腔热血和爱国精神，只要面对日本拳手，他就变得热血沸腾。仅用16秒 KO 了日本拳手历史御善，不仅一拳打碎了他5颗牙，还打碎了他的下巴，还被缝了30针，同时还创造了 MMA 用时最快 KO 对手的纪录保持者，还用时19秒 KO 了日本名将曾我英江和更多的日本拳手。他是我国抗日奇侠第一人，还被人称为日韩克星，曾在比赛中仅用30秒 KO 伊朗泰拳高手本扎德。看他和小日本子的比赛，总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，激动不已。生在和平年代，我们应当牢记历史，无忘典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在擂台上，你不仅代表自己，代表坤杰，更是代表中国。就是如此凶猛只能不知死活的韩国棒子，竟然敢挑衅他，并且还扬言说他岁数大了，让他主动认输。 이제 나이도 있으니까 그만 두시고 고향 내려가서 체육관이나 차리세요. 面对韩国棒子的嚣张挑衅，阎锡波也霸气喊话：“小子，这次比赛我会给你上一节让你终身难忘的课。”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阎锡波的勇猛，请大家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正式开始，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阎锡波，蓝色拳套是韩国拳手李载荣。阎锡波出腿试探之后，再次出拳，韩国棒子直接下前抱着阎锡波，想要把他拖入地面。倒地之后的阎锡波紧紧地卡着韩国棒子的头。这个把位应该形成了，而且进得很深。现在锡波要做的是朝他的左侧弯曲躯干发力。韩国选手的举起一个大拇指说没有问题，这个对我形成不了降服。我们来仔细的看啊，这把位要把对方的胯往后拉，然后把颈椎往下压，两个动作一起使劲才可能够完成。现在对手的比赛的服装呢，往下滑动了。这是断头的这个姿势，但是这个不一定有，没有的，这是没有的。现在不一定有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解脱了。但这是一个好，在取得了清晰的姿势之后，双方要回到场地中间，保持原有姿势，对，给观众看到更清楚的比赛的过程。但是这是在一个河内的上位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韩国选手在上位继续怎么动。对。因为这个男方这个腿控制了对方的这个髋部，所以的话，这个上位未必是一个特别有力的上位。好，这是在摆脱了。如果进入侧压，可能就形成姿态优势。现在看蓝角怎么样了，把那条腿抽出来，他很明显要进行侧压。骗了。阎锡波挣脱韩国棒子的控制之后，上前对着韩国棒子就是猛攻。他一只手按着韩国棒子的头，一只手对着头疯狂的输出。韩国棒子被打抱头防御。这个把头摁下去，把对方把头摁下去。但是双方的攻防在做地面攻防。下位的韩国选手在做扫技，没有形成。想要做起来，压平。阎锡波这个，不管韩国棒子怎么防御和干扰，都阻止不了阎锡波暴打他的决心。在阎锡波的疯狂砸击下，韩国棒子完全没有反抗之力。眼看韩国棒子要被打死，裁判紧急上前终止比赛。此时的韩国棒子被打得躺尸擂台。往上这是完全靠地面砸击然后获胜的。非常很精彩，很精彩。那个，韩国棒子此时眼神迷离，而阎锡波却开心的一个后空翻，展示自己的功夫。韩国棒子由于伤势过重，被送医紧急抢救。那体现了很好的这个运动员精神。这个控制啊，把对手的小腿压在自己的胯底下，然后不断进行砸击。虽然砸击的，最后阎锡波以 TKO 的形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韩国棒子也被阎锡波狂暴的输出打进了医院进行抢救，这就是挑衅中原飓风阎锡波的下场。看到韩国棒子的惨状，小日本子决定为其报仇，立刻派出了日本格斗连胜冠军历时御善前来挑战，还要为韩国棒子报仇。赛前他扬言说，今天一定要把阎锡波打死在擂台上，绝对不会让他走下擂台。骨子里憎恨小日本子的阎锡波，并没有跟他成口舌之争。既然小日本子想要为韩国棒子出头，那今天一定要当他中国力量的强大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比赛正式开始。
小日本子直接就是一记飞踢，把阎锡波踢倒在地。阎锡波直接把小日本子打倒在地，然后就是疯狂的砸击。裁判紧急上前终止比赛。这场比赛结束的太快了，一扫踢击中了阎锡波，然后阎锡波倒地之后马上站起。太快的6秒结束战斗，嚣张的小日本子此时走在地上，牙齿被打掉了5颗，下巴也被打碎了。医护人员正在给他处理伤口。第4日战，我们已经等不及看这场比赛的精彩慢镜头回放，可以说是全程的慢镜头回放了。这个 KO 和这个迎击拳，其实这个膝是打到阎锡波了，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，直接把力士一扇打倒在。最后，阎锡波再次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他不仅击败了小日本子，还创造了昆仑决最快 KO 对手的记录。3秒钟打了这一拳，然后嘴里边掉了5个牙，缝了30针，而且这个下巴还打骨折了。能看着带劲不？过瘾不？那要是看着带劲过瘾的话，给点个关注，懂不懂？小日本子被6秒击败，震惊了整个日本拳坛。为了找回丢掉的面子，他们再次派出日本武士天草四郎。这位满脸胡须看来就像没有进化好的野人就是天草四郎。他这次向日本拳坛下了军令状，如果不把阎锡波打残他就切腹。看来他这次是信心十足，但是阎锡波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阎锡波看到又可以暴打小日本子，他表现得非常兴奋。看来今天的小日本子又要难逃一顿毒打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阎锡波，蓝色拳套是日本拳手天草四郎。阎锡波直接一记高扫踢，但是被小日本子挡了下来，然后小日本子一记下前抱摔，把阎锡波带入地面。制作。现在天草四郎是处于上位，积极的过腿；阎锡波处于下位，非常积极的防守，爆发力非常的强。双方在这个时候，在缠斗的这个环节，比赛刚开始，双方身上都还没有出汗，所以说对双方的这个缠斗呢，也是非常大的考验。我现在感觉到阎锡波呢，他不同于其他的中国MMA的选手啊，他力量特别的足，所以说呢，他本能的反应做的拳非常的多，而且他抓紧每1秒的时间。大家看到天草四郎的非常犀利的过腿，现在把阎锡波狮子裤，而且主动倒地的这个狮子裤，但是阎锡波没有了啊，本力非常的大，爬了过来。现在天草四郎站了起来，双方回到站立的状态。阎锡波再次后手拳。阎锡波非常的壮啊，发力也是非常的好，有劲哦，摔倒，阎锡波把天草四郎摔倒，而且挤在了笼边。天草四郎属于下位，被动防守，但是看起来比较冷静。现在是下位想使用十字固。阎锡波这个时候可要小心了啊，因为天草四郎的这个地面还是非常的确实，不能冒进。天草四郎在下位还是非常灵活的，十字固利用笼子，他是利用笼子在进行十字固的这个部署，但是抓的有些低，还是出来了。阎锡波还是占据上位，把天草四郎挤在了笼边。天草四郎现在是靠着笼子，然后企图是想站起来。阎锡波继续站立着砸拳，砸拳，砸拳。天草四郎还是现在疲于防守，阎锡波加紧自己击打的频率，而且呢非常危险，这个对象四郎非常危险，非常 KO 了，这个应该裁判叫停了。阎锡波开局2分钟，小日本子被阎锡波暴打 KO。看到被 KO 躺尸擂台的小日本子，台下的观众都兴奋地站起来欢呼鼓掌，实在太过瘾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。阎锡波再次回归。最后，阎锡波再次以 KO 的形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日本克星的阎锡波果然名不虚传，只要是他在擂台上碰到小日本子，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，不 KO 小日本子绝不罢休。大家觉得这场比赛阎锡波表现的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